终于啊，西装革履也包装不了强盗的本性。相比之下，印度的杀猪盘都显得温婉礼貌了。荷兰这祖传的强取豪夺的手艺还真是家学渊源。荷兰法院出面冻结中国公司海外芯片资产这个事儿，今天聊一下。这个被冻结的安氏半导体是我国文泰科技旗下的公司。文泰科技可谓是手机界的幕后真大佬，华为的 Mate 系列、红米手机、三星旗下的 Galaxy、OPPO 的 Reno 系列都有文泰参与设计，很多经典系列都是文泰为各大手机厂商量身定制的。它不仅是手机产业中的超级顶梁柱，也是苹果笔记本电脑大陆的唯一制造商。而安氏科技的身世呢，也挺坎坷的。06年的时候，飞利浦将其半导体业务分拆出来，以约80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一个由私募股权投资者构成的财团，成立了这个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到了16年的时候呢，亏损严重，一度破产。我国的财团开始收购恩智浦的标准产品业务，并且改名为安氏。19年到20年，文泰科技通过分阶段的并购，完成了对安氏半导体100%的股权收购，总交易额超过330亿元。安氏半导体就成为了文泰科技最核心的资产之一，也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的全球领先的分立器件、逻辑器件和 MOSFET 供应商。2024年，安氏半导体的营收高达147亿，一下子就从一只快死的温鸡变成了一只肥羊。荷兰近几年的政治环境，大家想必都有所耳闻，就看看荷兰前首相如今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跟特朗普叫 Daddy 的那一出好戏，就明白荷兰的执政层啊都是一个什么路数。拜登在位的时候搞芯片围堵，如果说别的国家都是配合加阳奉阴违，那荷兰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呐。就在6个月前，我驻荷使馆还在坚决驳斥该国议会2院发布的动议，称其为罔顾事实、攻击抹黑。其动议内容之反动、议员立场之极端，早都已经是公开在台面上的事情。而这里虽然文泰是受害方，但是值得所有资产在海外的公司甚至是个人反省的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自己收购的全资子公司仍然保持着较大的独立经营权，在安氏不提供技术转让的前提下，还保留了大量的当地高管。在股权上，安氏半导体属于是文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但是在管理权上几乎都是以外国高管为主，于是才出现了昨天那一出里应外合的好戏。安氏半导体自己的高管，包括首席法务官、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组团拿着材料去举报自己的公司，要求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当天法院就在没有庭审的情况下，直接将公司的股权交给托管方。这养的哪里是高管呢？这简直是一头头的白眼狼啊！确实没道理放着强盗不谴责，反而责备受害者的。我只能说啊，咱家确实还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西方出来忽悠人的那一套契约精神、法治理性，真的是有人信的都有点魔障了。大家但凡有点办公室政治斗争的经验，是不是也不至于对一个介入了10年的公司、接近147亿营收的大蛋糕一点后手都不准备啊？荷兰法院要下手是可以预见的，甚至是可以周旋的，可是内部人士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过于的天真和想当然了。其实这次矛盾的大爆发就是因为人事，随着文泰重金压住芯片赛道，且开始打入了电动汽车的产业链，芯片业务就成为了文泰未来的发展重心，于是就有了要加强对于安氏的人事控制的动作。先是抽调技术骨干，研发新的芯片项目，然后是派遣了一部分国内的芯片工程师参与到安氏的半导体研发中，最后终于是想起来换高管了，要进一步强化对安氏的控制权了。可是等羊都养壮了，你才想起来拴羊，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呀？文泰整个操作在我看起来就像一个书呆子去造安氏的反，纯粹从理论出发呀，很有那种对西方的契约精神、法治传统的迷信和想当然。本来俄罗斯的资产在欧洲和美国的待遇就够给咱家企业和个人敲响警钟的了，没想到在涉及如此大的利益的项目上，在地缘冲突如此直白激烈的周期交汇的档口，还会有人这样毫不防备的去操作，真的是亲者痛，仇者快。于是呢，荷兰本地的外籍高管就联合起来了，以防止技术泄露为由，起诉了自己的东家。当然呢，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就在我们强势反制美国步步紧逼的档口，阿斯麦尔被卡住了脖子的时候，荷兰就替他前首相嘴里的全世界西方的daddy狠狠地使出了一招自损800的七伤拳。为了替整个西方的daddy出一口气啊，真的是豁得出去呀！俄罗斯资产的前车之鉴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作为西方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不要幻想他们裱糊的契约精神能够保证你的财产安全。对于资产来说，
安全的对价是非常高昂的。为什么美国强大的时候，美债的利率那么低？本质上说，这4%左右的利息差，就是美债有安全属性和没有安全属性的价格差呀。那么，面对一个已经升高风险的地区的投资，完全不想付出任何代价，就想当然的觉得自己还一样被保护，那代价就将是极其高昂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这里不是说咱家的企业不该出去，而是应该看到，当我们的收益在不断增加时，风险也在节节升高，一定要提前做好避险的安排和后手，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被一些宣传的话术洗掉了警惕之心。说人话就是他们有个毛的契约精神，他们连礼义廉耻跟我们都不太一样，由人书写的法条一样可以被人所改变。就像在我看来，法国以宪法规定允许女性堕胎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恐怖，因为它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流程禁止掉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本来就不该由任何人授权或者准许，这才叫权利。在我国，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公权力可以干涉智慧的领域，这才叫做女性的权利。盲目的去相信西方脱离了历史的自我宣传，这是对政治和权力的无知。相信强盗起家的历史因为几条法律就能彻底被改变，那是无知也是轻信啊。在俄资产一次次的被西方以各种名目拿来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我就多次的说，西方那套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对西方权贵有效的，这个所有权神圣不是说给外国人或普通人的，是贵族说给中央权力，是新兴财富说给旧财富的，是掌握着资本的真正权力者说给被授权的政治代理人的。在西方封建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各封国和庄园主才是有钱的，在这些庄园主经济的封地上工作的人跟领主之间是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你离开这个城堡或这个区域的保护，别说财产了，连命都保不住的时候，怎么谈论所有权？西方的所有权制度被后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神圣化，就是因为他们总被贵族掠夺剥削，同时他们不止不想被剥削，还想成为新的权贵，可以让自己财产的安全的同时，有机会去掠夺剥削别人，这才是西方所有权的基因底色。换言之，在西方，首先是你有实力和地位保住自己的财产，你才会获得财产带给你的社会权利，这才是西方政商旋转门的物质基础。你不在这个权钱交易的城堡里，你就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掠夺剥削的客体，俗称肥羊。所以西方大量的政治家族背后都有相应的金主，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豢养一群保护自己利益的政客，之间长期通婚，政商互相投资旋转。欧盟里一大半的政客父辈祖辈都是政要，就是这么来的，简称精英轮庄。连深耕欧美的俄罗斯富豪们都没有成功的打入这个神圣财产的保护圈，亚洲人更是想都不要想。看看赵长鹏和孙雨晨，无论多努力结交，都摆脱不了这个肥羊的身份。千万别把西方那套专门用来铺垫颜色颠覆的话术给自己洗脑。随着双方较量的不断深化，大家对于自己在外面的资产安全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于必须要走出去的出海的公司，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深耕的那片土地的底色。其实中国人的政治智商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才有了整体上我们在海外市场上的势如破竹的态势。而文泰如此被动，说实话也挺让人吃惊的，也是给了所有我们在外的企业敲响了警钟，未雨绸缪，狡兔三窟是很必要的。随着我们不断的突破西方的整个经济秩序的垄断，无论是人民币结算和计价大宗资产，还是构建更公平的贸易秩序，像安氏这种狗急跳墙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毕竟他们饭都快吃不饱了，木盒而灌的本质暴露是必然的。可以说，随着西方原有经济秩序的崩溃，依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所有秩序都在跟随着崩溃，从经济规则到法律制度。在现在这个3大周期的交汇阶段，政治嗅觉已经成为了经济收益的重要保障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要有这个认识，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办的问题，还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凡所发生必有利于我。比如波兰阻挡咱家中欧班列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呢，中欧北极快航的船已经到港了，冰上丝绸之路打通了。韩国配合着美国的301调查，韩华海洋株式会社等5家公司被反制了。要知道，韩国造船业已经是我们唯一的对手了。我们不主动挑事儿，但是送到眼前的机会也从来不会放过。既然荷兰如此冥顽不灵，好果子肯定是少不了给他吃的。我们就等着后续的发展吧。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近期有很多打着我的名义加大家好友的账号或者粉丝账号都是假冒的，请大家注意个人的财产和信息安全。这么长的看完啦，关注一下吧。